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斑斓糯米糕。糯米糕上层一般都会加上鸡蛋，若处理不好，口感会有点软绵绵。舅舅今天来做个不加蛋做法，口感 Q 弹，加上渐层处理，很好看。大家一起来吧。嘟嘟来了，很好，糯米500克，洗至水清，然后在清水浸泡4至6小时。大家尽量是用原糯米，比较软糯。时间到，沥干水分，将糯米倒入较大模具内，加入1小匙盐。这盐用量可以随自家口味调整。这包装椰奶200毫升一包，包装椰奶脂肪含量低，所以可以适量加一点食用油，一起拌匀。接着再加入250毫升清水拌匀，水量可以自行调整，只要没过糯米就可以了。在糯米表面加上几片斑斓叶，蒸熟后的米饭会比较香。蒸锅里热1锅水，再将米饭放入。今天的米用量比较多，就大火蒸个35至40分钟吧。4片斑斓叶剪细，倒入搅拌器内，再加入200毫升清水搅拌。再沥出斑斓汁200毫升，料理盆倒入木薯粉260克，粘米粉100克，125克细砂糖，这糖用量甜度适中，1/4小匙盐，100毫升椰奶。再加入200毫升斑斓汁，一起拌匀。最后再加入煮至沸腾的热水400毫升，热水边加入边拌匀。加入热水后的粉浆必须是有点温温的，若没有温度的话，只好将粉浆放在文火上加热补救，边加热边搅拌，不要担心，再将粉浆过筛就行了。过筛后的粉浆去掉表面泡沫，静置备用。这是蒸熟后的糯米饭，先将斑斓叶去掉，趁热将米饭拨散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取出预先备好的8寸方模1个，在里头垫上1张烘焙纸，再将米饭倒入摊平，然后再压至紧实。好了，将备好的米饭再次放蒸锅内，大火加热5分钟。取出预先备好的粉浆拌匀，这粉浆约1100克左右，若分成5份，每份就220克。先取出1份，将大火蒸了5分钟的米饭转至文火，才不会烫手。开盖，再将斑斓粉浆倒入，这粉浆容易沉淀，倒入前必须拌一拌。稍微去掉浮在表面气泡，盖好，大火蒸10至15分钟，取决于炉火大小。这时候再准备点青色可食用色素，滴几滴加入剩入的粉浆内，拌匀，这样粉浆整体颜色就变重了。再取出另一层分量，一样220克，每取出1份，剩余的粉浆就再加重色度。时间到，开盖。此时若糕面未凝固，必须加时再蒸，一直到糕面凝固后，再将第2层粉浆倒入，以相同的步骤重复第1至第4层，每层都保持10至15分钟。最后一层的粉浆颜色可以稍稍加重些，成品颜色会比较好看。倒入最后一层粉浆时，力度尽量放轻，粉浆尽量靠近糕面，再缓缓轻轻倒入，尽量不留任何气泡，这样完成后的糯米糕表面才会光滑。
盖好，最后一层蒸20至25分钟，时间到开盖，不熄火，继续多蒸个5分钟，收干高面水蒸气。很多时候高面难免会有水珠滴入，没关系，用厨房纸巾轻轻沾掉就好，冷却后不会留痕迹，放心好了。5分钟后即可熄火，将成品取出制凉。成品必须待完全冷却后才可切件。完全冷却收水后的成品，表面更光滑，整体更有弹性。将高边先修齐。大家来看看吧，成品是多么 Q 弹软糯。哇，真的又好看又好吃，超棒的。太满意了。可惜近期市场上找不到圆糯米，舅舅只好选用长糯米，因此口感上比较不够软糯。所以想跟着舅舅做的朋友们，记得尽量选用圆糯米。至于不能接受色素的朋友，色素就不要加，其他做法照旧。当然，成品就没有视频中这渐层效果了。没关系啦，一样很美。也是，舅舅喜欢分享美食，希望大家喜欢。谢谢大家观赏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再见。大家好，嘟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个珍珠9层糕，西米煮熟，然后再用热水烫粉的做法，很容易做，且成功率很高。大家只要跟着舅舅视频内做法做起来，舅舅不隐藏式分享做法，想学的朋友跟着视频做做看，很快您也有9层糕吃了。对呀，还有嘟嘟陪大家呢。是的，首先煮锅水，水开后将40克西米倒入，拌一拌，盖好，继续再煮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西米保持白心状态，说明此刻西米腥未熟透，但没关系，可以熄火，盖上锅盖，用余温继续将西米焖透就行了。包装浓椰奶400克，任何牌子都行，即使您喜欢选用新鲜椰奶也可以，新鲜的椰奶比较稀。量方面就不需要400克了，加入160克细砂糖，稍微拌一拌。90克沙谷粉，就是西米粉，这在一般超市或烘焙店都有出售。65克粘米粉，台湾的朋友记得改用再来米粉。140克木薯粉，最后再1/4小匙盐，因为椰奶关系，加一点盐比较解腻，而且还可以提升糖的甜度。将粉浆拌匀，这食谱用的都是淀粉类，很容易就拌匀。好了，大约这样就行了。先搁置一旁，让它自行乳化。锅里加一点水，加入3片斑斓叶煮开。水开后，倒出300毫升。接着将热水直接冲入粉浆内，水一边加入，一边快速搅拌。加入热水的粉浆处半熟状态，粉就不会轻易沉淀。这大大提高了制作这9层糕的成功率，大家不妨参考一下舅舅这做法。将拌匀后的粉浆过筛，这过筛后的粉浆约1010克，匀分9份，每份重约112克。总言之，将所有粉浆除9份就对了。先勺出白色粉浆4份，搁置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另外勺出224克，加一点点青色可食用色素，调成2份青色粉浆。这样淡淡的就好。最后将剩余的粉浆都调成红色，舅舅选用的是樱桃红，这颜色蒸熟后的9层糕，好看又喜庆，叫人看了很愉悦。一样是淡淡的。
再匀分成3份，4份白，3份红，2份绿，共9份。取1大碗室温清水，再将煮熟的西米过水，除去多余淀粉。沥干。再将西米同等份勺入2青、2红粉浆内，拌匀。长方膜内抹1层薄油，这膜20乘14公分，高6公分。这也可以用8寸方膜替代，初学者可以选用圆膜更好。圆膜受热均匀，会容易掌控熟度。蒸锅内水煮开，放入模具预热3分钟，3分钟后倒入1份青色粉浆，盖好，中低火蒸5分钟，火不能太猛，避免膏体表面起泡，影响外观。每一次倒入粉浆时都要拌一拌，避免粉浆沉淀。锅盖内的水蒸气要记得抹干，以免水珠滴在膏面上，膏面起皱褶，那就不好看了。当然，如果您用的是竹蒸笼，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。就这样一层一层处理，一直重复直到完成。倒入粉浆时没有时间约束，所以不要慌张。传统9层糕最后一层偏爱红色，而且颜色也喜欢更深一些，所以舅舅特别再加重一点，大约这色度就可以了。成品冷却后颜色会更重一些。最后一层用中火蒸10分钟，舅舅故意调高火力，让大家看看会面对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。看，这就是火太大，表面产生气泡，气泡破了，形成像月球表面粗糙样子。这怎么办呢？这时候您就不熄火，不盖锅盖，继续多蒸个4至5分钟，将膏体表面水汽蒸发掉。如果您用的是新鲜现挤椰奶，这还会蒸出椰奶中的油分，成品表面就会更有光泽，这样就比较不担心风吹后表面变硬。蒸熟后的9层糕必须待完全冷却后才能切件，但凡还有一点温度，切出来都会黏糊糊的，口感不行。看看吧，冷却后的糕面是不是依旧很光滑？传统的9层糕一般以粘米粉为主，舅舅今天特别加了点沙谷粉，口感上柔软，而且还带点 Q 韧。那如果您说不用沙谷粉行不行？那也可以，您只需要用等量的木薯粉替代也可以，只是口感上离传统口味就更远一些。加了西米后的9层糕，层次依旧分明。珍珠9层糕切件后，糕内小珠子颗颗晶莹剔透，很吸睛，很漂亮。舅舅也满意。是的，又是与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。希望大家喜欢舅舅的珍珠9层糕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